哎，立腾，哎，你满意自己的睡眠品质吗？还算满意了，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好。那你知道吗？在新加坡啊，有49%的人不满意自己的睡眠品质。哎，那你知道吗？全世界每3个人就有1个人曾经有这个短暂失眠的问题。所以今天聊这个课题呢，跟全世界的人都是息息相关的。好，今晚就来谈失眠。那到底呢，如何才算是失眠？一个人呢，每天要睡多久才算是足够呢？那什么人比较容易失眠呢？治疗方法有哪一些？经历过10年以上的严重失眠的问题那这位患者呢，该如何走出阴霾呢？中医通过食疗帮助改善睡眠品质，原理何在？让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哎，Marco，你每天晚上需要睡几个小时才算足够啊？哎，大概4、5个小时就够了。哎，有一个说法，人越老睡越少，是在讲你。哇，你讲话小心一点。我跟你讲啊，今天我们来了2位嘉宾啊，年纪也不小啊。来，掌声欢迎蔡奇慧、赖雨涵，以及精神科医生黄明功医生，欢迎，欢迎3位，欢迎3位。主持人好，一起来聊一下这个失眠的问题。对。首先当然要问一下2位嘉宾是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失眠的问题啊？对。其实一般上我还好嘞，可是有一段时间我失眠问题非常严重，就是在 circuit breaker 的时候。是多严重？因为一般上我拍戏开工，然后放工，11点多就会睡了。可是那段时间我2、3点都睡不着，因为白天都在家里，就没事做。我是这样觉得啦，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活动量不是很高，所以你早上会觉得说很多精力，然后晚上还用不完，所以晚上就睡不了觉。那你可以做点运动啊，我有游行在家里做运动，但是还是没办法。对，因为拍戏的时间要消耗的体力非常多，所以相比之下，在家里就觉得说很多精力。OK， 那 Jasper 呀，我2、3点睡的话，已经很早了哇，真的，很夸张的，很夸张。因为我早上比如说要去拍戏啊，或者做别的工作嘛，那晚上我可能10点多开始我就开始写稿，要开始想东西，是，那我一想。就越睡不着，对，越精神，或者是我会逼我自己睡觉，可是我一闭上眼睛，我就开始在想东西，所以越想，就可能6点多、7点。那你白天不会累吗？不会耶，可能我习惯了。OK。那想请问一下医生呢，就是有些人这样就是睡一下就醒了，然后又睡了又醒了，这种算失眠吗？对呀，的确是失眠的一种症状。其他的症状还有说，有些人他们要入睡睡不着 ，OK， 可能需要超过半个小时才睡得着吧 ，OK， 这是属于入睡困难。对，好。那另外一类是睡了又醒，刚才你提到的。对。那第3类他是很早就醒过来了，醒了就不能再入眠。是 ，OK。还有第4类是他就算睡着了第2天醒来觉得好像睡不够，还是觉得很累。其实睡够了又觉得睡不饱，这样好几种。哎，那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？比如说有些人很怕睡不着，反而更睡不着。的确如此啊。所以基本上医生也是把那个失眠问题分成2大类。第一类是原发性失眠，就是他们害怕失眠而失眠。他们到了晚上呢，他们去到床上就特别担心，担心自己睡不着。对。那睡姿呢，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来，侧躺对健康是好的吗？对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对，好像比如孕妇是的侧睡会比较好一点。还有那些有呼吸暂停的患者也是这样子，侧睡会比较好。OK， 还有那些有打鼾的问题的人呢，侧睡都比较好。OK， 那如果说打鼾很严重它会变成翻来翻去的话怎么办？是，他们可以好像可以有那个上衣，可以后面有个口袋然后在口袋里面放一粒小球。就顶住这样。对，那这样子他就必须侧睡，不会说平躺。OK， 这样子也是其中一个。他侧睡那个打鼾声就没有那么厉害。OK。那Marco你是哪一种姿势？我是属于平躺的。平躺的好吗？对，好。平躺也很好都没有问题，只要你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位置了。OK， 没有严格的要求。那有些人他们不是平躺，也不是侧躺，他们是趴着睡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子对那个颈项反正会造成一些压力。因为你必须歪去一边嘛。OK， 是，对。就是你平时真正睡姿怎么样？这样。他是这样子这样可以吗？他一只手在下面。那你第2天起来那个颈项会很酸痛吗？
颈项酸痛，然后手麻痹。哦，哎呀，对呀，对了，所以就还是要换一不好了个姿。所以睡觉的姿势可以决定你这个睡眠品质好不好。的确如此。哎，不过不只是姿势了，像我们对选择寝具啊，像床褥啊、是，枕头啊、床单，其实也是蛮重要的，对吗？对，我需要抱枕。哦，呀，如果没有抱枕，我难入眠。好像如果出国的话，酒店通常都是没有抱枕的，对我都会拿多一个枕头来抱这样。抱。像我啦，现在会比较喜欢稍微硬一点的枕头啦，哦然后有一个幅度可以 OK 支撑颈项的枕头对，我的要求会是这样。我觉得选择这个枕头也是非常重要。的确如此。那枕头真的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因为我们是进入睡眠的状态。那睡眠有3种不同的睡眠状态，是第一可能是浅睡，一个是深睡阶段，对一个是那个眼球快速转动的阶段。对，当你进入那个眼球快快速速转动转动阶段的时候呢，那身体上的那个肌肉它的就会变得比较软， OK，所以基本上能够支撑你的头部的那个就是你的枕头了。是，如果你的枕头不够硬的话，那你整个头就会陷下去，那这样子第2天的颈上就会很酸痛。明白。所以选择床褥的软硬度是不是也很重要？对，的确如此。就说你的那个头跟身体的部位，要躺成一条直线这样子。所以太软的其实也不太好，它没有那个支撑点。对是不是对，了解了哈。好，所以 OK 想要更了解这个睡眠呢，然后等一下广告过后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更多。是会有中医师加入我们讨论的，我们稍后见。欢迎林立明中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，欢迎林医师欢迎。好，那同样问一下医师哦，这个中医是如何看待失眠的问是题？从中医角度来看，造成失眠的最大一个因素就是情志失常。哦，情绪这跟情绪有关。所以情志我们有喜怒悲思恐，哇，还5种厉害，不一样所以对对对5个情志对应5脏。所以太过开心就会伤心，哦，太过悲伤就会伤到肺，太过生气就会伤到肝，对想太多就会伤到脾。 ，OK，受到恐吓就会伤到肾，所以这5种情志如果太过的话，就会消耗掉很多的5脏的精气。是，那精气虚，养不到脑窍，它就造成失眠。对，那第2个因素就是饮食不节制，晚餐吃的过多，是，食物不能够及时在胃里面消化掉，就会造成胃很不舒服，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。那第3个因素就是劳逸失调，那就是太过操劳，想东西想得很多，你就消耗掉很多的血，这样血养不到心，也会失眠。哦，那最后一个因素就是身体虚弱，病后啦、产后啦、手对对对术后，对那气血不足，是，气血不足也造成血虚，不能够养到心，也就造成失眠。失眠。对 ，OK。那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失眠问题，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？医生？好，那第一点要看他的这个睡眠卫生啊，主要是看他的生活习惯。 OK 所以你的生活习惯可以稍微改变一下。 OK，第一点就是要每天呢都有一个固定的起床时间。起床啊，不要一直说一下早下晚对了固定。对哦，无论是周日或者周末，都同样一个起床时间。这样子超过2-3个礼拜呢，你的生理时钟它就会听话了 OK 就会变得比较固定了。是慢慢的，你就能够有一个固定的睡着的时间。好，那了解。那还有什么其他治疗方法吗？有啊，就是说可能要注意一下白天的那个运动量。是所谓的运动量呢，就是把重点放在那种带氧的运动，好像跑步啊、踩脚车啊、有氧运动。游泳啊、有氧啊。但是不能太晚啦。对，你在做的时候心跳要快，要呼吸要快。 OK，那个时间也是很重要，要在白天或者下午做，尽量不要在不要晚上不要晚上做对 ，OK，好。那另外一点呢，要注意那个喝茶、咖啡，还有那些饮料啦。不要晚上。对，那些饮料如果有咖啡因，是咖啡因就有提神的作用。那咖啡因在体内的时间会长达14个小时。哦，所以有没有一个建议时间是过了几点最好不要？对呀，就是说，比如可能最好是能够12点过后就不要再喝了。下午12点后就不吃哦，因为它要14个小时的时间。OK， 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？好，另外一个很管用的方法就是这个刺激管理疗法。啊，一般上我们给病人一些指示，叫他在临睡之前的1个小时呢，可能去另外一个房间做一些很闷、
很轻松、很无聊的东西。是等你真的那个想要睡觉的时候，那个睡意很浓很浓的时候你才去自己的床睡觉。如果接下来20分钟还是睡不着还是要回去刚才那个房间去做那些很轻松、很闷、很无聊的东西。那你还有什么样的疗法要分享？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那个认知疗法。认知疗法。好像最近有一个病案，他跟我讲说，他每个晚上都要睡8个小时，如果不能够睡8个小时，他第2天就不能够工作这样子。那就跟他讲说，要不然你就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朋友，问他们一下，他们晚上需要睡8个小时吗？如果不能够睡8个小时，那怎么办？那2个星期后，他就跟我说，他的很多朋友基本上很多人都睡6个小时或者7个小时而已，不过第2天呢都能够正常的操作，所以慢慢他就改变自己的思维，说就算没有睡到8个小时也是 OK， 也无所谓，打破他的就思维了。对，我有听一个说法，就是说我们到6、7点过后，你就开始把家里的灯不要弄得太亮，比较暗。跟你身体说你已经要慢慢睡了，然后可能播一些轻音乐，还是一些熏香之类的，让整个身体呈现一个放松的状态。对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放松的方法，好像你提到的那些方法都管用啊。OK，对。好，那还有没有说什么靠一些例如药物之类的？对呀，在临床上我们经常给患者服用一些帮助他们睡眠的药物。我一般上都主张说短期服用。最好是不要每个晚上都服用。那有些安眠药它的确有这个依赖性的问题。是，如果你每个晚上都服用，超过2个星期，可能要断药就会比较困难。对 ，Jasper， 你失眠蛮严重，你都没有想过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真的是有听说，不要依赖药物去睡觉，帮助睡眠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我应该要好好的去调理我自己的身体。那可能没有那么忙的时候，我就要逼我自己早睡。好，那当然，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个案，他是长期饱受失眠的困扰，他今天也是有一些问题想要询问2位了哈。好，马上我们欢迎雪玲，有请，欢迎，来，欢迎。你好，雪玲，你好，我们移过去一点好了哈。来，请坐。OK， 雪玲，我们今天的中西都在现场哈，所以你等一下有什么问题都尽管发问哈。对，不过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情况，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失眠的问题2010 OK， 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在家庭里面发生很多事，家里的一些问题啦，一些问题是，所以那时候就导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，对吧？是一直延续到2018。OK， 8年的时间，所以你的严重失眠情况是到怎样？就是躺下去的时候就精神了，很轻眠，一点点东西我就醒了。那你有没有因为失眠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？是，有，不过我经常说进去打羽毛球啦，发泄一下，有帮助吗？身体累，可是脑里面不累。OK， 有没有尝试看医生的帮助？有，因为在2018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，然后住在心理医院治疗大概2个星期。OK， 靠药物。本来是5种药物就慢慢的减进2种。所以现在你睡眠有得到改善吗？还是没有还是要靠药物一定要吃药物。那你现在平时一天你可以睡平均多久？一天平均3个小时。3个小时。哇，3个小时。在30小时里面呢，就是醒睡。对 OK， 我是想问，长期这样吃那个安眠药会有什么副作用呢？安眠药很多种，我不太清楚你用的是哪一种安眠药。当然最重要是要跟医生配合了。那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不要一直每个晚上都服用药物。那你可以看，如果我们第2天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呢，说不定你不服用也是可以的。OK， 或者你可以试着减轻那个剂量。那你这个人是不是很容易钻牛角尖的一个人？会吗？想很多，就想很多。那你觉得你睡不着是因为你在床上一直想东西吗？想不好的东西吗？也许有。那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思想方面的陷阱，好像有时候会往坏的方面去想，或者会夸大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，所以可能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些思想上的陷阱。好像有可能你会把事情灾难化了，好像比如你在等朋友来，
那朋友他迟到了，你是担心说他已经遇到车祸了，不会想到好的。对了。我可以建议你去做瑜伽吗？我觉得瑜伽对我来说帮助很大，好像特别是当演员的，你的情绪波动很大嘛。是。所以瑜伽基本上它的理念就是把它归于就是那个 balance。所以我觉得可能你可以尝试一下，它可能会在生理上或心理上给你一种comfort。对。那有些人他们到了晚上呢，他们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头脑就会不断的想东西，甚至在成为这个强迫思索，他没办法停下。强迫思索，那要怎么办？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说，在白天的时候呢，说不定可以4点到4点半，那你就坐下来啊，然后就拿出一张纸或者拿出你的日记簿，然后就想一想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什么事情做对了，什么事情做错了，为什么会做错，全部都写下来，用写的啦。对，然后到了晚上就跟自己讲说，不要想这些东西了，明天呢4点到4点半我再去看那个簿子再想，把它分开来，不要把这个想东西跟睡眠挂钩了。OK，失眠的问题啊，对饮食有什么禁忌？从饮食方面，重点先遵守一下早餐要吃得好，午餐要吃得饱，晚餐要吃得少的原则。也可以多吃一些安神的食物，就好像我们讲的猪心，猪心我们一向是以形补形。对。不过胆固醇高的人就不要吃。是。或者是红枣、浮小麦等等。是。也也可以吃一些补益心脾的食物，就好像莲子、淮山、薏仁、栗子等等。OK，那中医有没有什么一些按摩的手法是能够改善这个失眠有啊。 ？OK， 那可不可以现场来帮雪玲做个治疗？好啊，好不好？来没问题试一下。好嘞。好，来。现在我按的这个叫开天门，开完天门我们就推坎宫。 OK，阴阳一平和的话，这个患者就可以入睡。龙眼百合大枣汤，这个汤本身就有补中益气、养血安神的作用。我本身也有试过拔罐，我真的觉得非常有用。这个按摩手法是引阳入阴的推拿法， OK，它可以增加血液循环，是，然后消除疲劳 OK 使到这个阳气静，是，阴气就可以生好，阴阳就可以和。阴阳一平和的话，这个患者就可以入睡。是，比较容易入眠。了解。对，好，现在我按的这个叫开天门，开天门开完天门我们就推坎宫， ，OK，从眉头眉宇间向到往外推向到这个太眉梢阳穴，然后我们可以揉太阳穴。是那太阳穴可以顺时钟，也可以逆时钟的，只要揉到患者有感觉到酸胀的感觉就可以了。 OK， 是，然后呢，我们将这个中指放在耳尖上面，是，所以2个连线的中点就是我们的百会穴，是，所以百会穴我们可以做顺时钟跟逆时钟的揉法都可以。OK，接下来就是勾这个风池穴，风池穴在我们的枕骨这里凹陷的地方，所以手就从下面颈部往上勾，勾到患者有感觉酸胀的感觉就可以了。是，这个风池跟翳风，翳风是在耳垂后面，是它的连线的终点叫做安眠穴，我们可以按压安眠穴。每一个穴道大概要按多久？每个手法我们都按揉2到3分钟，所以整个需要15到30分钟。15到30分钟。哎，雪玲怎么样？舒服吗？舒服。有放松的感觉吗？有，睡着了。睡着啊，那很好。那么谢谢你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状况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希望你的睡眠问题能够改善。是。好，那也要问一下这个医师哈，除了这样穴位按摩，有没有什么其他，比如说食疗可以帮助睡眠的？有啊，我已经煮好了，等着你们一起去尝一尝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再试一下，太好了，喝完我们就一起睡了。好，来，这一道是龙眼百合大枣汤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有用什么样的食材呢？我们所用的食材有龙眼15克，百合30克，大枣10枚。OK，这个龙眼它有补气血、安神的作用，对，百合有清心安神的作用，这个大枣它本身有养血、安神、补脾益气的作用，所以这个汤本身就有补中益气、
养血安神的作用。OK，所以很适合心脾两虚的患者服用。 OK，是一般上是喝汤为主，对吧？不是，你要吃这个百合跟百合红枣，要都要啦，龙眼。哎呀，我小时候我妈就讲说喝汤就喝汤啊，不要吃料嘛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多寒酸，来，把料都是留给自己。哎而且这个红枣很甜哦，哦，而且它补血很强。 OK，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喝是比较适合的？对临睡前喝最好。 OK，所以如果你要煮这个龙眼百合大枣汤的话，首先就将它的材料洗干净，放到砂锅里面去，加上750毫升的水，是大火煮滚，然后关成小火煎煮1个小时，在临睡的时候服用。可以每天喝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不会太凉或者太燥热会，因为红枣本身是温的，可是百合是寒的哦所以它就取得一种平衡的作用。它的口感真的很像甜品哎，是，对呀，非常好喝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小孩子一定会喜欢。对。那这个是一个食疗啦，其中的一个对。那如果中药呢，有没有什么药材是可以使用？是中药一般上我们要根据患者的症型跟体质 OK 采取相对应的中药治疗。啊，那常用的中药我们有双枣仁、是柏子仁跟夜交藤，这些都属于养血安神的药养。血安神。OK，所以一般上就是看那个个案的情况来调配跟抓药了。哎，对， OK，那还有其他调理的方法吗？有啊，拔罐，有这个耳贴，也有针灸，针灸是针哪个部位啊一般上都是在头部跟身体上。 ？OK 所以头部我们有这个百会、印堂、安眠穴， OK，所以这些穴位可以疏通气血，它可以松弛亢奋跟紧张的神经，同时它可以增强大脑皮质的这个抑制过程，了解。促进入睡跟熟睡。哇，帮助这么厉害？对。拔罐一般上是拔什么部位？拔罐一般上是拔在背部的膀胱经 OK 它能够有疏散这个湿热，通畅这个气血，然后促进新陈代谢，是，然后可以调神安神的作用。我本身也有试过拔罐，我真的觉得非常有用，而且呢，那时候我几乎到了10点多、11点，我就很想睡觉了，然后早上6点多我就自然醒来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拔罐呢，它是不是有调理你的身体气血？对对，它能够调理你的生理时钟。所以一般上拔完罐的话，患者当晚你看他的睡眠素质都会很好。 OK，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么多，发现说，哎，真的失眠呢是蛮痛苦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养成呢这个好的睡眠的习惯，这个很重要。没错。所以我也希望说，今天我们的这个讨论呢，对那些失眠者是提着一个很大的帮助。是在这边呢，要谢谢我们2位专家，谢谢医生跟医师，谢谢2位，谢谢。当然也要谢谢我们2位年纪也不小啊，OK，蔡奇伟还有谢谢。好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